冲突越来越麻烦，已经波及了塞尔维亚，但是塞尔维亚不会是第一个，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有消息传出，塞尔维亚的 BM21火箭炮通过土耳其出现在了乌克兰战场之后，塞尔维亚就陷入了援乌风波。尽管塞尔维亚军工企业表示 MB21火箭炮是卖给加拿大的，不清楚会从土耳其和斯洛伐克的手上流入乌克兰。武器企业表示，塞尔维亚绝对没有给冲突双方出口过武器，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。只不过呢，这塞尔维亚的武器出现在了乌克兰战场，被乌克兰军队所掌握，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所以呢，俄罗斯才有些不满，要求塞尔维亚给出一个正式的解释，澄清一下这些武器不是塞尔维亚出口到乌克兰的，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这为此，武契奇呢也是相当的无奈啊！这难道塞尔维亚就要彻底停止武器出口了吗？这毕竟，俄乌冲突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热点，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角力场。正如武契奇所说的那样，只要塞尔维亚出口武器出口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，那么塞尔维亚的武器就有可能出现在乌克兰的手上，当然，亦或者是出现在俄罗斯的手上。这由此便可以看出，俄乌冲突越是持续，这个冲突啊，那就会越来越麻烦。无形当中，俄乌冲突已经是波及到了塞尔维亚。塞尔维亚不可能因为俄乌冲突的存在而停止自己的武器出口，可是这塞尔维亚的武器一出口，那就有可能出现在交战双方的手上。到时候，塞尔维亚这场援乌风波只会愈演愈烈。而与此同时，塞尔维亚也不会是被俄乌冲突波及的第一个，在这场冲突当中，几乎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的。这就好比之前陷入援俄风波的伊朗，不就是因为在乌克兰战场上，俄罗斯动用的无人机与伊朗无人机十分的相似，西方便直接断定伊朗对俄罗斯发起了军事援助，并且以此对伊朗发起了制裁。即便是事后证实，俄罗斯这些与伊朗无人机相似的无人机确实是来自于伊朗，但是这都是冲突爆发之前伊朗出口给俄罗斯的，这西方也都没有选择就此结果停止对伊朗的制裁。而从先后陷入援俄风波和援乌风波的伊朗和塞尔维亚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未来其他国家在冲突爆发之前出口到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武器，亦或者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流出乌克兰战场的武器，都会引起新一轮援俄或者援乌的风波。尤其是西方又开始陷入了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疲态，又不得不给乌克兰提供更多而且更加先进武器的情况之下，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到西方国家的武器都有可能被提供给乌克兰。那只要出口武器，在这个俄乌冲突吸引了西方全部注意力的背景之下，这些武器那都有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。难道这其他国家真的要因为俄乌冲突就停止武器出口了吗？很显然，这并不现实啊。武器出口本身也是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点，更何况西方国家都在肆无忌惮地出口武器，这西方国家能做的，难道非西方国家就做不得吗？那正是如此，咱们才说这俄乌冲突是越是持续，那就越加的危险。一旦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援乌或者援俄风波，这场风波就会越来越难以平息。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已经有点输红了眼的西方，都有可能以此来进一步的扩大冲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